贝卡，贝卡丘，贝卡丘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老朋友卡皮君。今天的话题就是小次郎手里最强的6只神奇宝贝了。既然说是最强的，那么就不可能将小次郎的每只神奇宝贝都盘点到，所以就请各位先见谅了。先插一句题外话，小次郎有个很 bug 的地方，就是他收服的神奇宝贝在短时间内就能和他的亲密度爆表，这点连小智都无法做到呢。好了，进入今天的正题。第6名，双蛋瓦斯。双蛋瓦斯是小次郎最早使用的神奇宝贝了，在神奇宝贝无印中，小次郎经常让它使出烟雾，从而帮助自己逃走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双蛋瓦斯是毒系神奇宝贝，但是小次郎却从来没让他用过毒系绝招，当然也有可能是他还没学会。不过一旦学会，那么很有可能跟道馆馆主的瓦斯蛋一样玩虐小智。第5名，大石花。不同于双蛋瓦斯，大石花的存在完全就是来坑小次郎的。小次郎每次让他出来对战，他都会反过来将小次郎一口吞掉，然后才会好好对战。然而在神奇宝贝无印快结束的时候，武藏竟然用大石花和女王大叔的口袋花交换了。当时小次郎是10000个不愿意啊！有趣的是，这只口袋花在武藏身边待了不久后便进化了，进化后非常喜欢咬武藏，而武藏可不像小次郎那样好脾气，直接就把它给扔了。另一边，女王大叔也把大石花给扔了，最后他俩便在一起了。这对于大石花来说，应该也是个不错的结局吧。第4名，尖牙龙。尖牙龙是小次郎小时候收服的，但是却一直被他遗忘在自己家的一栋别墅里，直到小次郎长大后才无意中找到了它。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，神奇宝贝球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尖牙龙不吃不喝10多年，而且从球里面出来后还能活蹦乱跳的？在神奥地区时，尖牙龙便一直是小次郎的主力。在钢铁岛的时候，小次郎一伙遇到了生命危险，不过说是生命危险，也不过就是一场爆炸而已。话说你们这些年经历了多少爆炸了，还怕这些？当然只是调侃一下，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，小次郎都急得哭了出来。尖牙龙看了小次郎这么脆弱的一面，突然就觉醒了，使用新学会的绝招藤鞭，将小次郎一伙都救了出去。事后小次郎激动地和尖牙龙抱在了一起，感谢他为了救自己而学会了新的绝招。第3名，沙漠赖雅。小次郎虽然很爱自己的神奇宝贝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他作为训练家的能力是非常差劲的。沙漠赖雅想学会吸收拳，但是以他的能力却完全不能帮他，即使小智来帮他特训也依然没用。最后小次郎只好忍痛将他放在了道馆馆主那。后来小次郎从阿虚那里得知沙漠赖雅已经学会了吸收拳，激动的都哭了出来。第2名，好坏星。好坏星是小次郎在神奇宝贝日月里收服的第1只神奇宝贝。由于小次郎中毒后长得非常像自己的初恋情人，所以他非常喜欢小次郎，常常会一口把它吞掉。刚开始小次郎会中毒，但是次数多了后，现在估计体内都已经免疫了。好坏星的实力还是可以的，一招就让木木枭中毒了，这让武藏一伙第一次赢了小智。但是就在要给小智最后一击的时候，川卓熊却突然出现，把他们带走了，不禁让人感到遗憾啊。后来好坏星的初恋登场，他以为小次郎欺骗了好坏星，生气的计划成了超坏星，将小次郎暴打了一顿。小次郎看到超坏星对好坏星如此情深，便想着将好坏星放生，但是好坏星已经喜欢上了小次郎，不想跟着自己的初恋了。后来超坏星明白了好坏星的想法，便决定成全他们。后来搞笑的事情发生了，毒刺水母偷袭超坏星，小次郎出手救了他，于是画风顿时就变了。这只超坏星也开始喜欢上了小次郎。天哪噜，这是什么节奏啊！第1名，魔妮妮。为什么要将魔妮妮放在第1位呢？这是有原因的。魔妮妮的大招摇晃舞可以使敌人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跳舞，而且无法挣脱。皮卡丘多次中了这招，但都无法破解。如果小次郎能好好利用这招的话，那么小智就很难登陆火箭队了。那么在小次郎所有的神奇宝贝中，你们最喜欢谁呢？最后以上排名纯属个人观点，你们也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写出来。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，希望大家赏个脸，点个赞哦，咱们下期见。